F-35在白令海峡拦截俄轰炸机，乌首次空袭北高加索俄军。土耳其对俄发出战争警告，感动阿塞拜疆就开战。乌军空袭摧毁俄军苏27战机。遮羞布没了，库兹涅佐夫号放弃维修，俄进入零航母时代。乌军击毙俄军官超万人，苏梅全地区进入反攻清剿阶段。朝鲜8月向俄罗斯大规模派兵，乌军肃清俄渗透小组，俄重兵集结红军村。奥地利结束中立，北俄逼入北约。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普京的不同意停火，让与北约乃至美国的对立日益加深，且已经到了动兵的地步。据 Next 新闻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紧急出动 F-35和 F-16，在白令海峡上空同俄军的图95MS、苏35和苏30进行了长时间对峙。虽然最终成功将俄军战机驱离，但这却是7月以来发生的第2次对峙事件。而将时间线拉长，从2025年至今，俄军战机曾多次试图进入北约领空，尤其是波罗的海海域，英法战机就曾多次升空予以拦截，这反映出北约与俄罗斯日益紧张的关系。当然，北约也没有坐以待毙，也曾安排战机高调进入克里米亚海域展开巡逻和侦察，这在俄乌开战前都不曾有过，可见双方都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试探。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也没有闲着，在其靠近波罗的海的西部城市上空展开了常态化的巡逻与反击。如不久前，乌军 F-16就携带6枚 AM-9X 响尾蛇导弹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目前乌克兰拥有70架左右的 F-16，虽损失了4架，但盟友承诺会进行补货。而相比战机，火力军认为乌克兰更需要的还是娴熟的飞行员。乌克兰盟友也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对乌克兰空军的培训一直在持续。另一方面，乌克兰还对俄罗斯后方腹地发起了无人机袭击，首先是事态最严重的地区，即北高加索、印古什地区的俄军目标。虽然具体损失正在统计中，但这却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军首次对这里进行空袭打击。加上俄军此前大规模向高加索地区增兵，使土耳其站出来发出了战争警告。据欧洲真理报27日报道，俄罗斯向高加索大举增兵的举动引发了土耳其国内强烈不满，尤其是土总统埃尔多安对俄罗斯发出直接警告，称如果莫斯科对阿塞拜疆动手，土耳其将毫不犹豫地与俄开战，同时称其已经通过了战争法案。另外，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土耳其陆军已经正式进驻阿塞拜疆，但火力军对此表示怀疑，更倾向于土耳其通过演习悄悄地驻守。一如2020年7月土耳其空军以演习为名进驻阿塞拜疆甘加国际机场举动一样。但不可否认，高加索地区的局势正在升温，越发紧张了。其次，在其他方向，乌军还发射上百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奥缪尔、利佩茨克、萨拉托夫、莫斯科等15个地区。其中 IBC 援引乌克兰情报总局的报告称，乌军在对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发动袭击时，重点打击了当地的阿马维尔机场。流出视频显示，该机场各处燃起大火，并伴有强烈的爆炸声。据初步统计，俄军一架苏27战机在袭击中被毁，更多详细战损有待后续确认。与此同时，乌军还袭击了俄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开源情报报道称，乌军无人机群在打向圣彼得堡多个城镇时，与俄军的防空系统展开了彻夜的交火。但从当地人表示，在圣彼得堡多地听到了剧烈爆炸声的结果看，依旧是乌军无人机更受一筹。也因此，当地机场再次被迫停止运营，如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国际机场，如今已有超过100架航班被延误或取消。话音未落，首都莫斯科也遭到新一轮空袭，也被迫实施临时的管制措施。可以说，如今俄罗斯机场停运已成常态，俄罗斯多个城市疲于应付，而这仅仅只是上百架乌军无人机袭击的结果。若是乌克兰完成目标，以200、300乃至更多的无人机发起持续袭击，俄罗斯恐怕就顶不住了。而俄军方面，在乌军发起空袭前不久，向乌克兰发射83架无人机，但其中78架被乌军拦截，因此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不过，据 CNN 报道，卫星图片显示，位于俄境内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经济区内的无人机工厂正在快速扩建。一旦完成扩建，该工厂将能够容纳4万名工人，将显著提高俄军的无人机产能。因此，有分析认为，即便之后没有伊朗的技术和零部件支持，俄罗斯也能通过第三方估计得到满足。就是不知道未来3天，援乌的德国导弹会不会光顾这里，用比无人机更大的战斗部将其摧毁。空战方面说的差不多了，但乌军的打击却还没有停止。
乌军使用无人艇对克里米亚的俄军发起打击，包括塞瓦斯托波尔港在内，多处地区均传出了爆炸声。不过损失有待进一步澄清。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本来按计划于7日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进行的俄罗斯海军节突然被迫取消。俄方给出的理由是出于总体形势和安全考虑做出的决定。其实要火力军说，根本没必要办这个节日。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海军给外界留在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黑海舰队的遭遇。不仅旗舰莫斯科号被乌克兰的海王星导弹打掉，之后更有多艘军舰被击沉。如今的黑海舰队更是整体撤离了黑海，退回到了俄罗斯的本土海域。加上俄外贸银行的行长安德烈·科斯丁正式称，俄军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将很快被封存，甚至未来可能被出售或拆解报废。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办什么节日活动了，不然给人一种庆祝自己进入零航母时代的感觉。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封存的消息可靠吗？火力军认为80%是真的。首先，安德烈·科斯丁所在的银行是俄罗斯航母的修复方，现在行长都站出承认了，该航母可能因资金问题停止了维修。其次，包括俄罗斯消息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都报道了此事。最后，俄联合造船集团董事会主席克斯金亲口说，我们认为修复它已经没有意义了，且维修价格极其昂贵。我认为这个问题最终会通过出售或报废的方式得到解决。而据太平洋舰队前副司令伊戈尔·克罗缪夫估算，若要维修库兹涅佐夫航母，其费用将高达100亿至1200亿卢布，同时还要保障船舶维修厂拥有足够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持续维修24个月，才能将其修好，完全得不偿失。即便2017年至今，莫斯科方面已为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砸了10亿美元，但现在还是不得不放弃。而放弃维修意味着取消海军节阅兵的俄罗斯海军也将进入零航母的时代。至于该航母所有可用的重要设备和机械，据太平洋舰队前司令谢尔盖·阿瓦基扬茨上将表示，所有可用装置将被拆除，作为备件用于其他舰艇，舰体则做好了长期存放准备。同时他指出，世界上其他国家接手这艘航母的可能性不大，对中国、印度和韩国等国家来说，拆解这样一艘航母已经没有意义。军事专家科尔涅夫更是直言，相比拆解报废，封存是更好的选择。或许要不了多久，这艘1985年下水的老船就再也无法出现在我们视野中了。前线方向，俄乌双方在长达1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激烈交战。俄军以3到5人为小组，发起日以夜继的人海冲锋，乌军则依托防御工事固守，并不断发起反击。目前各处防线稳固，俄军的蚕食收获虽有，但绝不大，且处于反复争夺状态。比尔格罗德防线，乌军霍尔蒂察军事集团通报称，乌军成功消灭了俄军第69师第83摩托化步兵团的团长别列杰夫上校。通报称，别列杰夫当时正指挥俄军从比尔格罗德方向出发，试图对大布尔卢克的乌军发起突袭，但在半路遭到乌军的伏击。俄第83摩托化步兵团在丢下大批士兵生命和装备后狼狈溃逃，列别杰夫本人也在战斗中遇袭身亡。此外，通报还显示，目前已确认信息阵亡的俄军官为5400人，但据估计，实际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人。目前俄方对此报告尚未作出回应。库尔斯克方向，据 Deep State 的报道，乌军第225独立突击团以3个营的兵力正面打垮了俄军第40海步旅第2摩步营、第155海步旅第1机步营和第30摩托旅第3机械化营，一举收复康德拉蒂夫卡。乌军225团也因此得到了泽连斯基的嘉奖。至于苏梅边境，乌克兰再次增兵，全地区进入反攻清剿阶段。俄方消息证实称，在乌军解放康德拉蒂夫卡村后，乌军就对奥列克谢夫卡村发动了进攻。在近期战斗中，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和 FPV 无人机对俄军集结地发起了持续打击，成功摧毁了俄军第30摩托化步兵团的炮兵和防御工事。俄媒声称，俄第30摩托化步兵团英勇地抵抗到了最后一刻，但还是被海马斯火箭弹摧毁。目前，乌军已成功进入该村，且有大量预备队从其他战线调来，似乎正准备全面清剿苏美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援引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报告称，朝鲜可能会在8月向俄罗斯增派军队，并助俄军发起大规模攻势。俄罗斯将付出卫星和导弹技术作为代价。对于该消息，目前朝俄双方尚未发表评论，相关消息有待证实。不过，今年上半年，朝鲜已经向俄罗斯增兵了1次，且仍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现在乌军反攻让俄军处境恶化，因此不排除朝鲜再度增援的可能。乌东战场焦点依旧是顿涅茨克战区。
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军在西维尔斯克东北方向进行了一次加强的连级机械化攻势。据击退袭击的乌克兰霍尔蒂奇亚部队集团报告说，此轮袭击中，俄军用上了其为数不多的装甲设备，包括6辆坦克、3辆装甲运兵车、6辆 MTLB 装甲战车、1辆装甲救援车，以及12辆民用车辆、2辆越野车和41辆摩托车。战争研究所分析称，俄军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夺取西维尔斯克，因此最近重新活跃起来的推进，可能表明俄军会在不久的将来对该镇发动规模更大的袭击。托列茨克方向，乌克兰空军战机发射9枚暴风鹰巡航导弹，猛烈打击俄军第4摩步师阵地，不仅在摧毁了3座弹药库，还轰平了该师423团指挥部，击毙17名俄军。之后，乌军第5重型机步旅更是派出豹2坦克，一鼓作气将郊区的俄军赶到了托列茨克外围。不过，城内的拉锯战还在持续，有着乌军第12亚速旅和第35国民警卫团驻守，加上城内俄军后路已被切断，其结局不出意外，只有撤退和投降2条路。红军村方向，乌军虽肃清了俄渗透小组，但危机仍未化解。据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俄军正在红军村和扎波罗热方向集结兵力，特别是红军村东北方向，俄军试图通过大量兵力攻占乌军外围的一级战术支撑点罗登斯克。一旦该要塞被攻克，乌军的后勤补给将成为大问题，甚至通往米尔诺赫拉德的撤退路线都会被切断。为此，双方不断投入兵力激战，甚至是大量的坦克和防空系统都被部署到了前线，战斗异常残酷。接下来就看希尔斯基将军如何派兵布阵了。后续战况，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战场之外，新援助在持续到来。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美国承诺的首批爱国者系统和导弹已经抵达乌克兰。另外，据乌克兰驻柏林大使奥列克西·马凯耶夫表示，德国将很快向乌克兰交付承诺的另一套 IRST 防空系统，这将使基辅拥有8款该防空武器，它可有效拦截俄军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极大提高基辅安全。立陶宛则将拨款3000万欧元为乌克兰购买爱国者系统，拉脱维亚更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2400万欧元的无人机和15辆装甲运兵车，驻乌作战。当然，乌克兰在接受军援的同时，也开始能够售出武器。据澳大利亚国防杂志报道，澳大利亚已购买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探测系统，作为其 Land 156计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采购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这些合同价值1690万欧元。购买系统包括乌克兰制造的 Sugar Ray， 这是乌军目前使用的超轻量级无源无人机探测器。值得注意的是，该武器仅重250克，小巧便利，适用于前线的直接作战。这表明乌克兰的军工在俄乌战争中取得了快速发展。如基辅方面就推出了新型的巡飞弹 Flycat 飞猫，该武器的时速达到了120公里，可持续飞行40分钟，弹头则为3.6公斤，适合前线的近距离打击。军售的武器资金反过来应用于战场，可以说如今的乌克兰已经做到了以战养战。毕竟军援归军援，基辅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作战。7月27日，奥地利外长贝亚特·麦辛尔·赖辛格向《世界报》表示，维也纳已准备好讨论放弃中立并加入北约，而原因奥地利将其归咎于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政策。赖辛格表示，单靠中立并不能保护我们，奥地利不仅需要国内国防投资，还需要真正的伙伴关系来保证安全。据公开资料显示，1955年前苏联从奥地利撤离后，奥地利宣布中立，并将这一中立地位载入其宪法。如今50年过去，奥地利宣布改变中立政策。我们算算，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后，先后有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且都是被俄罗斯逼的。因此，俄罗斯一直主张的所谓北约东扩，从来都是伪命题。周边国家为保护自身选择加入北约，远离俄罗斯也是迫不得已。可以说是俄罗斯让北约发展壮大，同时也给自己树立更多敌人，让自己深陷战争泥潭之中。11月27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再次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认为这将给欧盟带来战争。匈牙利政府网站援引欧尔班的话说，即使整个布鲁塞尔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乌克兰也不应该加入欧盟，这会给欧盟带来战争。欧尔班补充说，为了避免战争，匈牙利必须与所有全球权力中心建立牢固的关系。匈牙利不能被局限于任何集团，既是欧盟体系的一部分，也必须参与东方经济。显然，欧尔班是想两头通吃。他指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想法将破坏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平衡。欧盟应该与基辅签署一项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作为缓冲区，
而不是邀请乌克兰加入欧盟。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提议的？7月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授予乌克兰空军德米特里·菲舍尔准将乌克兰英雄称号，并追授其金星勋章。他称德米特里·菲舍尔准将在保护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自愿为乌克兰人民服务中，表现了非凡的个人勇气和英雄主义。据悉，德米特里·菲舍尔准将拥有超过1800小时的飞行经验，能够驾驶包括苏27、米格29、苏25、苏17和 IL-39在内的无重飞机。2018年，德米特里·菲舍尔准将将光荣退役，但在2022年全面战争爆发后，他义无反顾，立即重返现役。作为乌克兰空军第831米尔戈罗德战术航空旅的一员，参加了保卫基辅、苏梅和哈尔科夫的战斗。2022年6月5日，德米特里·菲舍尔准将驾驶苏27执行任务时被俄军防空系统击中。从那天开始，德米特里·菲舍尔准将就被认定为失踪，一直到2024年3月才通过 DNA 检测确定德米特里·菲舍尔准将牺牲，死在了保卫乌克兰和自由的战场上。怪不得土耳其第7族原来是有新导弹亮相。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土耳其在国防工业展上首度公开其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款武器的亮相象征了土耳其在追求国防自主与提升战略核阻力上的重大突破。据悉，这款导弹名为台风4型，由土耳其国营的洛克桑公司研发，是其现役射程最远的台风弹道导弹升级版。而台风系列是一款陆基弹道导弹，弹头具备预制破片功能，旨在摧毁敌方的防空系统、指挥中心等战略目标。洛克桑公司在声明中表示，重达7吨的台风4型将为土耳其国防工业再创射程纪录，其多功能弹头能从数百公里外摧毁多种关键军事设施。该公司执行长更透露，台风4型预计将在2025年底进入土耳其军队服役。至于研制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受2019年因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遭美国逐出 F-35战机计划的影响。自此之后，土耳其便大力推动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除了高超音速导弹外，洛克桑公司还在此次展会上同时发表了冲压发动机空导弹、潜射巡航导弹等多达5款新锐武器系统。可见，土耳其在明白靠人不如靠己后，积极发展其海空防御能力，包括研发第5代战机与航空母舰，并寻求重返美国 F-35计划。此次发表一系列先进武器，不仅是其国防自主议程的具体成果，更凸显了其在全球军火市场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国 Shield AI 公司今年初宣布，首日 VBAT 无人机以强化日本的海上情监侦能力。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发布动态指出，其麾下官兵现已赴美展开接装训练，且整体学习情况良好，获美军教官高度肯定。而这项接装任务将有助强固美日同盟，并维持印太区域平衡。值得注意的是，采购 VBAT 无人机的并非只有日本，希腊、荷兰也相继采用同款系统。而现在有消息传出，台湾也准备跟进，计划采购一批这样的装备，但能否成案，仍有待新年度预算揭晓。那么 VBAT 性能如何呢？据悉，由 Shield AI 公司研发的 VBAT 是一款采用单引擎涵道风扇设计的垂直起降无人机，具备真打一体能力。根据乌军无人机系统司令部描述，该飞机可飞行至少10小时，并运用机载的320倍光学变焦镜头进行长程侦察，最远距离可达150公里，且只需要一块4×4平方公尺大的平面即可部署，在战术效益、后勤方面都具备优势。除了美国海军海岸巡防队和货源的乌克兰， VBAT 截至目前为止已出售给巴西民间的 VSK Tactical 公司、日本海上自卫队以及荷兰皇家海军。另一方面，希腊陆军今年5月也获赠2架同型机，满足爱琴海东岸监侦所需。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有土耳其的警告，俄罗斯会对阿塞拜疆下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